大家好，我是老丁，欢迎来到本期解说。今天咱们直奔主题啊！很多做交易的朋友可能心里都有个解不开的疙瘩。明明我每天都在盯盘，交易的那叫一个频繁，怎么到头来还是赚不到钱呢？对吧？看到涨了，手痒想做多；看到跌了，又急着想做空。只要这盘面移动，总觉得自己得进去干点啥。其实啊，很多业余选手潜意识里总觉得，我出手的次数越多，抓住行情的概率不就越大吗？但今天咱们得彻底把这个迷思给打破。本期解说，咱们是基于交易界泰斗埃尔布鲁克斯，也就是 Al Burks 的价格行为学来深度拆解的。他在书里把业余散户和真正的职业交易员之间的那道分水岭说得极其透彻。你看，业余选手呢，恨不得抓住盘面上的每一个微小波动，生怕错过哪怕一丁点机会。但职业选手呢，完全相反。他们很多时候一天只做那么少数的几笔交易，甚至有时候行情不好，人在一整天就在那坐着，一下都不操作。为啥？因为他们看透了一个真相，这市场里80%以上的波动根本就不值得你去拿钱冒险。所以真正决定你在这个市场里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长期赚钱的，从来都不是你交易了多少次，而是你到底有没有在做好的交易。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聊的最核心的问题，说到底，究竟什么样的交易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好交易呢？咱们得先对齐一个认知啊，好交易绝对不等于赚钱的交易，这可能是交易圈里最重要，但也最容易被人搞混的一个概念。咱们很多人是不是习惯看结果说话？这单赚了，那就是好交易，我牛；这单亏了，那就是坏交易，我做错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职业交易员的眼里啊，单看一次的盈亏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为啥？因为单笔交易的结果说白了充满了随机性。有时候你选了一个简直完美的入场形态，也就是 set up 非常好，但市场它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一个反向波动把你扫损了。反过来，有时候你完全是瞎胡闹，做了一个烂到家的 set up， 结果市场刚好来了个随机波动，你竟然大赚了一笔。所以判断交易的好坏不能光看这一次的结果，你得真正拥有那种概率思维。在这种概率思维下，一笔亏损的单子，只要你逻辑是对的，它依然是一笔好交易。而那些瞎蒙赚钱的单子呢，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坏交易。职业选手真正在乎的是这笔交易到底有没有统计学上的优势。关于这个， Al Burks 在书里提炼了一个特别有实战价值的公式，叫做 Traders Equation， 也就是交易者方程，也是他们评判要不要入场的终极武器。判断一笔交易能不能干，核心全在这个不等式上。你得算算成功概率乘以潜在收益，这个数值是不是大于失败概率乘以你承担的风险。只有当这个数学组合算出来是一个正期望值的时候，这笔交易才值得你按下那个买入或者卖出的按钮。有了这个方程打底，职业交易员每次准备进场前，都会在脑子里快速进行一波灵魂三问。第一问 probability， 成功概率咋样？第二问 risk， 风险底线在哪儿？第三问 reward， 潜在回报有多少？咱们来挨个拆解一下这三个核心要素。首先，第一关就是 probability， 成功概率。市场现在到底有没有给你一个足够清晰的入场理由？比如说，当前的趋势明朗吗？引发你入场的那个信号 K 线够不够强势？它后面的跟进动作，也就是 follow through 走出来没有？如果盘面看着模棱两可、犹犹豫豫的，那成功概率就不达标。这种交易，你直接把它过滤掉就行了。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是评估 risk， 也就是风险。你得非常清醒。如果行情走势证明我这把看错了，我该在哪儿斩仓走人？说白了，止损位必须绝对清晰。要是你进场的时候脑子里都是一团乱麻，根本不知道跌到哪儿该认输，这就说明风险完全失控了。在职业选手的字典里啊，风险不可控的交易，那是连碰都不能碰的。最后一问就是 reward， 潜在收益，这块肉够不够肥？有时候哪怕前面那个 setup 看着挺诱人，但如果你得冒着亏300块的风险去赚那可怜的100块钱，这种盈亏比也是绝对不及格的。你的潜在收益最起码得能覆盖掉你承担的风险，对吧？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做补偿，形态再好看也不值得你去拼。
当你能把这3个问题融会贯通，用来扫描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新天地。原来这盘面上的交易机会是分3、6、9等的，绝不是见个信号就得上。根据概率、风险和收益的不同组合，咱们可以把市场里的机会精准地分成4大类。咱们先看最顶级的第一类 ，Best Trades， 最好的交易。你看这张图表，这是强劲牛市里的最佳交易形态。这可是职业交易员天天流着口水等着的猎物啊！它的特征太鲜明了，结构一目了然，胜率极高，止损点非常明确，所以风险很小。同时，上面还有大把的利润空间。这种交易在数学上就有压倒性的优势。Allbrooks 反复强调过，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最好的交易上。说实话，交易员最大的工作就是像个狙击手一样，趴在那儿等这种顶级猎物进入瞄准镜。接着看第2类 Reasonable Trades， 合理的交易。这类机会呢，虽然不像刚才那种那么完美，但总体上它还是带着点正期望优势的。一般来说就是胜率中等，盈亏比也还凑合。你能做，但优势确实不怎么突出。用大白话说就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不算差，但也谈不上多好。再往下走就是第3类了 ，Risky Trades， 高风险交易。遇到这类情况，往往意味着这盘面有肉眼可见的硬伤，要么是胜率太低，要么是止损位太远导致风险超标，再不然就是上方刚好顶着强阻力，利润空间被卡死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震荡区间的最中间，脑子一热去追涨杀跌。这种交易最坑人的地方在于，哪怕你偶尔运气爆棚赢了2次，一旦时间线拉长，这种负期望的操作绝对会把你账户里的钱慢慢吸干。最后是处在鄙视链最底端的第4类 Unlikely Trades， 这叫大概率注定失败的交易。遇到这种盘面，通常是一锅粥，既没有靠谱的入场逻辑，盈亏比更是烂得没眼看，市场压根儿就没给你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对于这种毫无价值的波动，最专业、最明智的做法只有2个字：放弃，看都别看。好，看完这4个分类，咱们再回到开篇那个痛点，为什么绝大多数人赚不到钱？其实啊，真不是大家学不会看图，而是根本管不住自己的那双手。大家总是按耐不住想去交易，把大把的精力、本金还有情绪全耗在了那些勉强及格的合理交易，甚至是非常危险的高风险交易里。说白了，就是缺乏耐心，耐不住空仓的寂寞。但职业交易员门儿清，市场里80%以上的时间，那就是没有优势的垃圾时间。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绞肉机里，懂得克制、少做，往往比多做要重要10000倍。就是普通人向职业级跨越的核心思维跃迁。职业交易员看盘从来不是在海里捞针找机会，他们更像是个冷酷的质检员，一直在那儿筛选、拒绝、再拒绝。面对市场的每一次起伏，他们都在用交易者方程过滤：概率够吗？风险对等吗？只要条件差一点点，或者心里有一丝别扭，人家宁愿在一旁看戏。因为他们太懂这个行业的残酷真相了，长期稳定的暴利从来不是靠做几百笔普通单子凑出来的，而是靠精准拿捏那极少数拥有绝对优势的顶级交易赚来的。这也就是职业选手和普通散户在灵魂深处最大的不同。你看那些经常亏损的朋友，每天嘴边挂着的总是：哎，老丁，这儿能不能买？现在能不能空？但真正的职业交易员面对行情的第一反应永远是：这是一笔值得我去冒风险的交易吗？表面上看只是换个问法，但这背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维度的生存哲学。好了，咱们最后来做个核心的总结升华。在这个吵吵闹闹的市场里，到底什么是真正好的交易？你得明白，好交易天然就是极其稀缺的。它绝不是让你每次都能走狗屎运赚钱的单子，而是那种在严密逻辑支撑下，有着统计学优势，只要长期执行就一定是正期望的交易行为。它必然同时满足3大铁律：足够高的成功概率、极其明确且可控的风险底线，还有绝对值得你放手一搏的回报空间。每天的 K 线都在那儿不停地跳，诱惑减脂无处不在，但真正属于你的那种绝佳战机，可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才会出现那么一次。
所以抛弃那些毫无意义的频繁出手吧，像个真正的顶级猎手一样，安静、专注、极度耐心地去等待那只最肥美的猎物自己走进你的伏击圈，这才是好交易的真正灵魂所在。好了，本期解说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的交易认知有所启发，请务必给老丁点个赞，点个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咱们下期再见。